和侄孙早点好，我给我们大哥更好的家。德贤景致，最开始我自己的解读其实就是属于德贤的严谨的制造。其实当我看完我们的成品以后，我有了一个新的认知，我觉得德贤就是所有的老百姓，然后对安稳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跟渴望。那景致呢，更多的是代表千千万万老百姓的那种不屈不挠的那种韧劲。最触动的时刻，包括我跟夏晨还有我的儿子，我叫住等闲，我说我想看看他，最后再看看他，跟他道别。然后我记得我说那个台词，我说快走吧，我说再看爸爸就没有力气了。然后再到最后我们几个人轮流去打那个苏洛通，内心的感受我觉得是非常的坚定，那个时候没有丝毫的动摇。其实很多时候我在拍的时候，我特别能懂小莫他当下的很多心情。对，他经历了战争后遗症以后，他的那种有点像惊弓之鸟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是最难的吧。我觉得他是经历了3次失去吧。第一次在南京的时候，他的生活里面充满了恐惧和害怕，和畏惧，属于是被迫的背井离乡。然后到了宜昌以后呢，我觉得小莫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多了一份警惕，然后有那种想要守护家人的那种责任感，但是还是有一些无奈的被现实所迫，再一次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园，然后迁移。到了最后在歌止镇的时候，我觉得小莫是完成了从他想要去守护自己的家园，然后到不得不必须要挺身而出去守护自己家园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和成长。我们能杀了他们，让你家人活。我也是在逐渐去在我的内心里面去构建一个莫德贤的一个形象，不仅是作为一个年轻的演员，我觉得作为一名中国人、青年人，永远不要忘记自己肩上的那份责任跟内心的那个牵挂。内心的那份牵挂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后代，我们千千万万的后代，然后我们的责任恰好也是他们。只要内心还有那份牵挂，然后肩上有那个责任，就会有迎难而上的勇气。